我挨家挨户劝村里人赶紧把网箱里东星斑起了，我联系冷冻车拉走，多少能保住一些本钱。他们却觉得我拿台风当借口，压价收东星斑赚黑心钱。海生，婶儿错了，婶儿真的错了，你就再给婶儿一次机会，剩下的东西帮你拉走，价钱你随便定。只要你能拿走，以后我家网箱里出的每一条东星斑全都给你。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可是你们亲口说的，就是烂在海里喂鱼，也不卖给我林海生。我们也没想到，你说的是真的呀！这台风说来就来，一整年的全完了。台风要来，3天前就告诉你们了，气象局红色预警，冷库会满，跨江大桥会封，我也全都说过。是你们自己不信台风会来，嫌东星斑规格还差半斤，非要多养1周卖高价，还说我赚黑心钱。都是一个村的，祖上3代都在朝东村打鱼，你一点情面都不给我们留吗？情面？当初我就是拿着情面先收咱们村的东星斑，还开出比隔壁2个村都高出4块钱的价格。可你们呢？说我黑心赚差价，说我是奸商。现在东星斑全翻肚了，你们又来跟我谈情面。老三，福婶儿，别清网了，现在赶紧把你家的东星斑都起了，我马上调冷冻车来，先把这批货运出去。怎么了，海生？我们这东星斑还有1周才到最佳规格，现在就起网，鱼身不够红，肉质也不够紧，卖相不行啊！超强台风龙王马上就来了，这东星斑肯定保不住的，到时候全死在网腔里，大家伙这1年的心血就全完了。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那你打算多少钱收？规格和品相还差口气儿的，24块1斤。这差太多了，低于28块，我家绝对不起网，而且再养1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了。谁知道你说的台风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啊，不行你找别家收去吧，我家也不起网，我要等我儿子回来再说。叔，婶儿，你们看这个台风眼，路径和去年的海葵一模一样，都是直扑咱们朝中村。可24块确实有点少了，你看。乡亲们，你们可不要相信林海生，他和他儿子串通好了，演戏给你们看，他就是个黑心的骗子。燕儿，你咋回来了？婶子，我再不回来，咱村的东星斑都要被人骗光了。这是老赵家的闺女，上过电视的那个博士。对，乡亲们，我刚从国外读书回来，特意托人打听了，咱们朝东村的东星斑，那可是正宗野生蕊苗驯化的，在城里高档酒楼能卖到81斤。你们算算，他林海生1斤只给我们24，还说不是黑心钱。就算你说50块，减下收购价24，再减掉你说的运费和损耗，1斤净赚最少10块。难怪死催着我们起网，什么超强台风，我看就是他低价抢我们鱼的鬼把戏。我不起了，退钱，退钱，把以前的差价吐出来。乡亲们，我林海生在咱们村活了半辈子，我爹的坟就在后山看着，我怎么会骗你们？咱们的活东星斑拉出去，要打养，要冷链，要分级，路上还要死一批，哪样不花钱？最后卖到酒楼也就50块上下，不是80。还说不是黑心钱，就算你说50块，减下收购价24，再减掉你说的运费和损耗，1斤净赚最少10块，1万斤就是10万块，他收一次东星斑就能赚我们10万。这个台风啊，根本到不了咱们这儿。你们看，路径已经偏了，往小日子方向去了，到咱们这儿就是个毛毛雨，小得很嘞。国家气象局已经发了红色预警，台风龙王最迟明天凌晨就会登陆。
咱们朝东村就在预计登陆路径的正中心，所以咱们今晚之前得赶紧把东兴班起了。大家伙儿都听到了吗？他自己都说了，是预计。万一台风拐弯了没来，他这么一收，冷冻车一拉走，不是赚翻了吗？这大太阳现在挂在天上，哪来的台风？大家别急着起网，等于养足了规格，一起卖高价。没错，我们不卖。各位，我林海生今天把话撂在这儿。如果台风没来，我按足规格的成品东兴班价格，1斤45块，全部补给乡亲们，差多少钱我补多少钱，卖不出去的我全兜着，保证不叫大伙儿吃1分钱的亏。补差价，你这些年让大家吃的亏还少吗？燕儿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三叔，你们想想，这些年他在村里当合作社社长，人人都说他仗义有担当，但收购价他定，卖给谁他定，赚多少钱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你们看过账本吗？对呀，账本从来没给我们瞧过一眼。每次都说行情不好，但到底赚多少，谁也不知道。没看过账本就对了。他为什么不敢公开？就因为里面的猫腻大了去了，冷冻费、运输费、酒楼供货价，哪一笔没有水分？他这些年从你们身上刮了多少钱？你们自己算算。什么？退钱！退钱！退钱！海生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这些年你到底有没有赚黑心钱？有没有偷我们的血汗钱？福婶儿，他空口白话你就信了？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。好，既然你说我林海生赚黑心钱，那我今天当着全村老小的面问你一句话：去年台风海葵过境的时候，隔壁大禹村的东兴班那些外来的批发商给了多少钱1斤？那不一样，人家那是急着出手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去年海葵过后，大禹村急着出东兴班，来的批发商最高才给18块1斤，大部分都是15、16块就被人拉走了。这个确实是真的。唉，那次要不是海生，大禹村老周家连网箱都保不住。这些是我给隔壁大禹村、盐仓村签的收购合同意向书，一样的东兴班，一样的规格，我给他们的价格是20块1斤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唯独给咱们朝东村，我多给了4块钱，是不是事实？我林海生赚了钱之后，在朝东村这几十年，修路我出钱，谁家上学我借钱，哪条船被风刮走了，不是我拖回来的。你们说我吃回扣、吞差价，你们谁拿出真凭实据？我把最高的利润留在自己村里，你们却把我当罪人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可你在城里卖50块1斤是事实，这差价你必须得退。差价不可能退，我把成本摊开来算过不止一回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差价退给你们。不退差价，那我们就没得谈了。我们把东兴班卖给别人，让你一条鱼都收不到，1分钱都没得赚。小姑，你说的对，咱们村的东兴班品质这么好，凭什么只能卖给他林海生一家？就该货比3家。乡亲们，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可以联系在国外认识的做海鲜进出口的老板，直接到村里来收，人家给的价肯定比他林海生高得多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拉过一车鱼吗？你知道1000斤活东兴班拉出去要准备多少打氧设备和冷电车吗？你知道从朝东村到省城批发市场要过几个收费站，走哪条路不堵车吗？我当然清楚，我可是在国外读了这么多年书的博士，这点小事还用你来教？就是我们燕儿是博士，在国外见过大世面的，他说的肯定没错。那燕儿，我们可就都指着你了，你千万别坑我们。三叔，你放心，我可是咱朝东村出去的，我要是坑你们，我对得起我姑吗？而且再过1星期，东兴班规格就足了，到时候卖出去的钱比现在多好几万。你们是想要现在贱卖，还是等1星期多赚几万？你们真的等不了1周了，台风明天凌晨就到，到时候浪打过来，网箱全碎，东兴班全死在海里，别说多赚几万，本钱都收不回来啊！万一台风真来了，
林海生，你这么急着让我们卖鱼，是真怕台风来了，还是怕台风不来？你再说了，最新的卫星云图我刚刚看了，台风路径已经往东偏了，根本不会在我们这儿登陆。我看你就是为了吃回扣，见不得乡亲们多赚点钱。燕儿，那你说外面的批发商能给多少钱一斤？至少这个数50。燕儿，你是说能卖50块一斤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人家国外做高端海鲜的东星斑，在东京、新加坡的餐桌上都是按克卖的，50块一斤算什么？以后我带你们直接对接出口渠道，最少这个数往上走。天哪，50块一斤，这都赶上他林海生在城里卖的价格了。我家去年卖了2000斤，要是50块一斤，那得多赚多少钱？燕儿，你可别唬我们。小姑，我唬谁也不能唬你。我这些年在外头读了那么多书，图什么？不就是图有一天回来，能为咱们家乡、为咱们的渔民做点事儿吗？乡亲们，现在你们知道以前中间被人抽了多少油水了吧？从前你们辛辛苦苦养1年的鱼，到头来却肥了别人的腰包。不过从今往后，这些钱都是你们自己的，再没有人从你们身上吃回扣了。林海生，你听见没有？人家燕儿1斤能卖50块，你给我们24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！就是这些年你到底吞了我们多少？海生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够了。既然你们都不信我，那从今天起，我林海生不再当这个合作社的社长。朝东村的东星斑，是烂在网桑里，是被台风卷进海底，还是卖出80块、100块一斤，都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林海生，你记住，今天是你自己把路走绝的。乡亲们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赵燕要让朝东村成为全县最富的村，他林海生到时候别后悔就行。好，我林海生瞪大眼睛看着，祝你们早日发大财，别让我看笑话。那你就等着看吧，这世界上做海鲜生意的多了去了，少了你一个，我们只会卖得更好。燕儿，我家100个网箱，7天以后东星斑规格就足了，你可得给我留个好位置啊！三叔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同学说了，人家老板1年要几百吨东星斑，咱们村这点量，人家一口就吞了。还有我家60个网箱，我家也有。燕儿，算我一个。燕儿，你可别把我漏了。好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燕儿，你爸要是还在，看到你这么有出息，不知道多高兴。小姑，我爸死得早，都是你把我拉扯大，我不孝敬你，孝敬谁？大家先跟我回家，我把老板的联系方式翻出来，咱们把规格、数量、交货时间都定清楚，白纸黑字签合同。社长，现在怎么办？村口那3辆冷链车，要不要让他们回去？不，再叫3辆，再调3辆。对，然后再给大渔村、盐仓村、南澳村、石浦村这一片所有沿海村子都打一遍电话，就说我林海生今晚去他那边收鱼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让他们把东星斑全部起网，我亲自押车。没问题，社长，省城那几个老客户我马上联系，冷链渠道都在咱们手上，随时能调。好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朝东村不卖东星斑，
多的是村子抢着卖。乡亲们，刚才那个大老板的翻译给我回电话了，人家说了，首批2万斤先发过去，检验通过了，后面的合同就是1整年的。太好了，燕儿，那你快跟大伙说说，到底是个什么价？按国外的行情，1斤能卖到80块，2万斤就是160万，比卖给林海胜那个黑心的翻了不止5倍。80！天哪，我家那60个网仓全起出来，怎么也有1000多斤，那不就是8万多块钱？没错，8万块全是你自己兜里的，1分不少。太好了，咱们这下可算熬出头了。不过，跨国运输跟咱们本地卖不一样，运费、冷冻费、打氧费得咱们自己先垫上，每户大概2万块。2万，燕儿，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啊！是啊，我家1年的生活费也就这个数了，这一下子全拿出来，万一有个闪失。叔伯们，你们想想，咱们这次赚的是美金，2万块投下去，换回来的是8万、10万，是几十倍的利润，这点账你们不会算吗？可是，再说了，当初咱们一块骂林海生，不就是嫌他给的少吗？现在翻几倍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你们可别又缩回去啊！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我信你燕儿，三叔给你干2万块，我掏，还有我家也出。燕儿，算我一个。我家虽然网箱不多，但2万块凑一凑还能拿得出来。好，大家放心，等东兴班发出去，你们就等着数钱吧。海生，深更半夜来收鱼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台风要来了，得提前把鱼出掉。老周，我今晚需要你们村的东兴班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行，我们大禹村的鱼全部都给你。你就这么信我，不怕我骗你们？你骗我们怎么可能？前年赤潮，你提前3天挨个村子打电话让我们收鱼，救了上百个网箱。去年台风，你的冷链车帮我们抢运了几万斤东兴班。海生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对我们好，我们记得。今天你要多少，我起多少，价钱你定，我绝不还价。老周说的对，海生，我那边网箱也全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一句话。我们村也是，去年你帮我们联系批发商的事儿，我一直记着呢。就是海生，你说个数，我们石浦村这就起网。朝东村的人，我收他们的鱼收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信赵燕，不信我。这些外村的人，我不过顺手帮过几次，他们却把全村的鱼都压在我身上。人和人的区别真他妈大。感谢诸位老哥的信任，我林海生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你们4个村的东兴班我全收，26块1斤，比朝东村高2块。26块，海生，你可别为了赌气把自己赔进去。不是赌气，是你们的鱼值这个价。朝东村的人不信我，把我赶走。你们信我，我绝不会亏待你们。朝东村不要你，是他们眼瞎。海生，你这条龙，他们那个小池塘装不下。老周说的对，这些年朝东村因为有你在，是周边发展最好的村子。网箱养殖、冷链运输、市里销路，全是你在帮他们跑。我们这些外村的人没有门路，没有资源，每年收成不少，结果呢，中间商一来就拼命压价，1斤鱼有时候连成本都裹不住。去年那批东兴班，中间商给我出价才13块，我咬着牙卖了。后来听说你在朝东村收的价是20，海生，你要是愿意带我们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海生，这是我们几个村子凑的钱，不多，就当聘请你当我们几个村子的负责人。你有门路，有渠道，懂技术，请你帮我们一把。这些工具比朝东村的落后了不止一代，可这些人的眼睛里是朝东村那些村民眼里早就没有的东西。信任，我可以帮你们，但钱我不收。那怎么行？你不能白干啊！我不白干，
赚了钱我拿30%毛利，剩下70%全归你们自己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后续怎么操作，全得听我的。如果你们信得过我，咱们现在就签协议。没问题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海生，以后大峪村的鱼全交给你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这几个村子的东星斑我来卖，你们的网箱我来管，你们的鱼我来兜底。好。好了，既然协议签了，那咱们就事不宜迟。什么不宜迟？台风不等人，咱们今晚就开始装船出货。这批鱼如果不赶在台风前发走，全得烂在码头。到时候别说26块，2块都没人要。都听见了没有？别愣着了，所有人把网箱里的鱼全部起上来，按规格分筐，快！是。我们村的人也别闲着。老张，你那队负责分拣。老李，装箱的活你盯着。是。把村里的3轮车全调过来，对，全部能拉多少拉多少。好嘞，好嘞。1号车装满了，2号车接上，打氧机别停，水温控制在12度。老周，3号车那边缺人手，你调几个人过去。好嘞。老三，带你那组人去3号车。我帮你们一起。社长，4个村子加在一起，今晚收了将近3万斤，按26块收，50块出货。这一趟的利润比咱们在朝东村的时候还高。太好了！要不是你在，我们这些鱼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这么说，我们这是互惠互利。你们好好休息，我天亮就押车去城里。台风来之前，这批货必须出手。海生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这边东星搬断货2天了，急得我嘴角都起泡了。王老板，6车货全给你拉来了，3万斤，品质比上一批还好。个头匀称，鳞片紧实，品相没得说。这台风马上要登陆了，我还以为这半个月都收不到货了。你真是给我雪中送炭了啊，海生！答应了你的事儿，说什么也得办到。这批货我全要了。另外，海生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您说。我店里东星斑是招牌菜，每月至少1万斤打底。之前找了好几个供货商，品质都不稳定。就你这批货我看了，品质稳定，我想跟你签长期合同，每月固定供货，价格按51斤走。只要你保持这个品质，我这条供货线就锁死在你身上了。怎么样？没问题。不过下批货得等台风过了才能发。你要是等得住，咱们现在就签。等得住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小李，把合同拿过来。这批货的款子加上下个月预付款都在里面了。海生，跟你做生意痛快。好，你痛快我就痛快。老周，你别晃了，晃得我头晕。我坐不住，3万斤鱼，万一卖不掉，万一一路上翻了，呸呸呸！别说那晦气话，我相信海生一定能卖得掉。海生，怎么样？3万斤，9楼全收了，按之前说好的价，26块收，50块出，扣除运费、打氧损耗，净利润，你们自己看。72万，72万！我打了一辈子鱼，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拿着，这是你们应得的，1分不少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海生，你是我们大峪村的恩人呐！起来，都起来！这是干什么？
我们这几个村子穷了多少年了？你是第一个带我们赚到钱的，海生，我代表我们村子的人谢谢你。都给我起来！我林海胜做的是生意，不是慈善。你们把鱼养好了，我卖出去了，大家一起赚钱。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贵什么贵？海生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穷地方多少年没人在乎过我们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连本钱都收不回来。这钱我们不能全拿。对，我们几个刚才商量过了，你拿40%，我们拿60%。没有你，这批鱼就全烂在海里了。就是海生，你拿着，我们心甘情愿。说好30%就30%，我不多拿，而且你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。酒楼王老板跟我签了长期合同，以后每月固定要货，订单量是现在的3倍。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设备，网箱架子用了多少年了，烂绳上打的全是结，就凭这些家当，产量怎么往上走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台风过后，统一换新设备。我跟设备商有交情，能拿到最低价。等你们的硬件上来了，产量也上来了，以后赚的可就不只是72万了。海生，你连这个都替我们想到了，这么大的好事，必须得喝2杯庆祝庆祝。咱们现在就开席，好好款待海生，今晚不醉不归。对，设宴，设宴。喂，老张，什么？你确定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海生，怎么了？气象局老张刚才说，台风龙王的路径变了，他拐回来了，而且中心风力还在加强，可能今晚夜里就会提前登陆。老周，你现在马上组织人手，把所有网箱再加固一遍。这次台风比预报的还猛，咱们刚签的合同，绝不能让它一场风全卷走了，必须挺过去。好，所有人听着，台风今晚提前登陆，把所有网箱再加一道烂绳，快！南澳村那边水深，网墙底座加沙袋。明白。石浦村的浮排太密了，把间距拉开，不然浪打过来互相撞。我马上去。小磊，你留在这儿盯着，加固完了再检查一遍，一定不能马虎。社长，你去哪儿？我出去一趟。乡亲们，国外大老板刚才回信了，说咱们的东星斑品相好，规格足，很满意，今天就要跟咱们正式签合同。真的燕儿，是不是说以后咱们的东星斑全都出口了？没错，人家老板说了，只要这批货发过去检验合格，后面1年的合同都锁死了。咱们朝东村的东星斑以后1斤都不在国内卖，全走海外出口，全赚外国人的钱，咱们朝东村这回真要发达了。来，乡亲们，把手印按上，等台风过了，咱们就发货，等着数美金。我签，还有我也签，出口美国赚美金。燕儿，合同签完了，你也歇一歇。小姑，别歇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咱们摆席。你去把院子里那几桌都摆上，把我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几瓶红酒也开了。燕儿就是大气，留洋回来的博士出手就是不一样。咱们朝东村有样，那是祖上烧高香了。就是，往后林海生求着咱们卖鱼，咱们都不带搭理他的。来，咱们敬燕儿一杯。要不是燕儿，咱们哪来的美金合同？没错，敬燕儿。乡亲们，等这批东星斑发出去，咱们朝东村就是全县最富的村。到时候，林海生，他怎么来了？林海生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台风今晚就到，你们还有心思喝酒？赶紧去把网箱加固，再不起网，明天你们连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都说了800遍了，台风拐弯了，到不了咱们这儿。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？林海生，我们刚跟国外大老板签了合同，你就回来，怎么？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眼红我们发财，想回来分一杯羹？我管你跟谁签的合同，台风今晚就登陆，
你们不加固网箱，明天那些东星班一条都保不住，到时候赔的底裤都不剩。林海生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最懂鱼？我是留洋回来的博士，气象数据我看过，外国老板我联系的，美金合同我签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被自己村子赶出去的丧家之犬，也配来这里指手画脚？三叔，把他的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林海生，捡上你的破烂，滚！我们朝东村现在是出口村，以后就算你跪着求我们，我们都不卖给你，听见没有？赶紧滚回你的大鱼村去！就是我们村没你这个黑心人。好，我走，但你们记住今晚，记住你们是怎么让我走的，也记住，以后千万别来求我。朝东村，我林海生不欠你们的了。海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大晚上的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急死我了。没去哪儿，就出去转了转。行了，回来就好。你安排的事儿我们全干完了，4个村的网箱都加固了，沙袋也压上了，饭菜都备好了，全村人都在。今晚我们一起熬过去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回家呢。各位，我林海生，谢谢大家。林叔，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大峪村就是海生的家，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他。海生，别愣着了，坐下吃饭，粗茶淡饭，别嫌弃。就是，我们几个村子穷是穷了点儿，但人心是热的。以后朝东村不给你吃的，我们给你做。来，尝尝这个，我媳妇炖了1下午的鱼汤，趁热喝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很好喝，谢谢。别说谢字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，台风天一家人就得在一起。来，倒满，今晚谁也不许走。等美金到手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儿子在县城买套房。我要换一辆新车，动品运输车。以后咱们自己拉货。没错，咱自己拉，让那林海生瞧瞧，咱们离开了他能过得多好。就是。怎么回事？这天气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说变就变？不对，这天不对。我打了50年鱼，这风的味道我认得。台风真要来了！燕儿，赶紧让大家起网。张伯，你年纪大了，别一惊一乍的。看，这是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，台风路径已经彻底偏移，往日本方向去了。到咱们这儿就是点小风，连雨都没有。可是这个红的是啥？那是云，普通的积雨云。张伯，你打了50年鱼是不假，可你会看卫星云图吗？我在国外学的就是这个，你们自己说，信科学还是信迷信？当然是信科学。燕儿是博士，他说的能有错？再说了，你们没看出来吗？林海生刚才为什么来？他费尽心机编造台风谎言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恐慌抛售，他好回去压价收鱼，破坏你们发财的好事。他越是这样，越是说明咱们的东星班值钱。对，不能上他的当。咱们有美金合同，还怕他一个林海生？可是那浪生……张伯，你要是害怕，可以先回家睡觉。
但别在这儿散播恐慌，坏了大家的好事儿。网箱里那些东星斑再养1星期，规格就足了，1斤能多卖好多钱。谁现在起网，谁就是跟全村过不去。就是，张伯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坐下喝酒吧。乡亲们，把心放进肚子里，等台风过去，咱们的东星斑发出去，美金到手，家家户户都等着住洋楼，开新车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是台风，台风真的来了！什么？网箱，我的网箱！完了，我的鱼，我儿子的婚房全没了，全没了！不行，我要救我的鱼！三叔，不能去，外面风太大，去了就是送死，小心！赵燕，你不是说台风不会来吗？你不是说气象图是假的吗？你说林海生是黑心奸商，你说他是编台风骗我们，现在呢，台风是真的，我们的鱼全没了。你说美金合同，你说1斤80块，你说全村发财，我信了你，我把全家的钱都给了你。赵燕，你还我儿子的婚房，你还我的东星斑。不可能，气象图明明说路径偏了。气象图，你的气象图呢？拿出来看看啊！骗子！什么刘洋博士，什么国外气象预报，全是假的！晚了，都晚了。我说了要起网，没人听我的呀！海生，我的网箱，我家的网箱！小姑，回来！不行，根本靠不过去，浪太大了。我打了50年鱼，没见过这么狠的台风，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没了。没了，全没了！这样的鱼谁要？3块1斤都没人要。绞盘烂了，打氧机废了，冷电车也泡了，这些设备全毁了，一件都救不回来了。我们朝东村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当，一晚上全没了。老天爷，你这是要绝我们的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还有好的鱼吗？有没有还能卖的？你自己不会看，东星斑全死了，剩下的全是残鱼，连收破烂的都嫌臭。赵燕，我们全村人吃饭的家伙都被台风毁了，鱼也全死了，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！对，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！我家一辈子的积蓄都砸进去了，你拿什么赔？你们冲我喊什么喊？我也是受害者，我的钱也砸在里面了。我一心一意帮你们联系国外大老板，一分好处没拿，到头来你们全怪到我头上。是你叫我们等鱼肥了再起网的，是你让我们别信林海生的。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我让你去跳海，哼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们一个个打了几10年鱼的老师傅，台风什么前兆看不出来，自己没本事保住网箱，现在把屎盆子全扣我头上。我们当初怎么就不信海生呢？他说台风要来，说了那么多遍。是啊，海生那天晚上来劝我们加固网箱，我们拿酒泼他，还把他行李扔出去了，真是造孽呀！你们也别以为林海生是什么好人，我打听到了，林海生用26块1斤的价格，把大禹村那几个村子的东星斑全收走了。什么？26块？他给我们才24。对啊，现在你们明白了吧？他为什么非要我们提前起网？因为他想把我们的鱼也低价收走，转手赚大钱。
他宁愿让其他村子发财，也不让我们好过。这是谁家的货？这么多新设备，这一车得多少钱啊？看着怎么好像是朝大禹村的方向去了。我知道了，林海生肯定是用从我们身上赚的黑心钱去帮那些外村人搞发展了。什么？你们想想，他这些年当合作社社长，吞了我们多少血汗钱，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，他转头就拿我们的钱去给别的村子买新设备。我们在泥水里哭，他们在码头笑。现在我们网箱碎了，鱼死了，设备烂了，他林海生那边新设备一车一车往大禹村拉。这些年他当合作社社长从我们身上刮的钱，全拿去补贴外人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养鱼，他竟敢拿我们的血汗钱去补贴外人，踩着我们的尸骨发财。他欠我们的钱还没还，凭什么我们在那儿哭，他们在那儿笑？没错，乡亲们，该给你们个说法的是他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大禹村找林海生问个清楚。争取月底前再出一批货。林海生，你这个叛徒！林海生，我们在朝洞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倒好，新设备一车一车往这儿流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林海生，你用从朝东村身上刮的黑心钱去补贴外村人，踩着我们的尸骨充好人，你还有脸问我们来干什么？我林海生赚的每一分钱，来得干干净净。这些设备是用大渔村和其他5个村子台风前买的鱼的利润买的。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，谁信啊？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：台风前你收鱼，凭什么给大渔村26块1斤？给我们朝东村才24块，你就是故意压我们的价。对，你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凭什么给他们高，给我们低？就是，你还是朝东村出去的人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好，我告诉你们，凭什么？台风来之前，我去大渔村收鱼，人家老周二话不说，把全村的鱼都起了交给我，还说我要多少给我多少，价钱我定，绝不还价。可你们呢？我提前3天就去求你们起网，你们骂我是黑心奸商，我跪下来求你们加固网箱，你们拿红酒泼我。陈三叔，是你亲手把我的行李扔出门外让我滚的，你没忘吧？那你也不该把价给的差这么多，乡里乡亲的，你这不是当众打我们的脸吗？打脸？三叔，脸是靠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同样1斤鱼，人家把我当兄弟，你们把我当仇人，凭什么要我拿一样的价？林海生，你宁愿帮这些外人，也不帮自己村，你还有理了？我们朝东村白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还有脸提养字？你问问他们到底是谁养的谁？去年我掏钱重修了村里的码头，
还亲自掏腰包补贴了村里10几家困难户的鱼苗钱。你们都忘了吗？台风前我把好话说尽，求你们上岸避风。你们骂我咒你们，现在你们的网箱毁了，鱼死了，就跑来找我抵债。海生啊，婶子不是来讨债的，可你出的价要是早些跟我们明说，我们也不至于。福婶儿，台风不是突然来的，我早就提醒了你们不止一次，可你们谁听了我一句话？现在让我拿其他村子的人的血汗钱给你们兜底，我做不到。都听到了吧？他亲口承认了，他不管我们这种人。够了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海生不帮你们，可是那天是你们把他赶走的。我们大禹村信他，把鱼全交给他，赚了钱，你们红了眼就来砸场子，这世上有这个理吗？我林海生做人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大禹村信我，我这辈子都记着。可谁把我的好心踩在脚底下，我也绝不会拿热脸去贴冷板凳。乡亲们，是你们先不要我的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乡亲们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些设备本来就是我们的血汗钱买的，搬回去。三叔，真的要搬吗？反正也是他欠我们的，搬！谁敢动一下试试？你再动一下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，真当我们4个村子的人是死的。好，好的很，你们仗着人多欺负我们人少是吧？当初在村委会，你们几10号人围着我一个，拿酒泼我。我今天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怎么，不行吗？不过你们也别太得意，他卖东兴班，撑死了也就是几毛几分的抠利润。我们朝东村和国外大老板签的可是美金合同，一次出货就是你们6、7倍的钱。你们现在护着他，将来别后悔。我们才不后悔。海生带我们赚钱，给我们换新设备，他是真心对我们好。美金我们不稀罕，你留着自己花吧。就是我们跟着海生踏实，谁知道你的美金真的假的？就是，少废话，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干活。走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美金到手，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一群白眼狼，当初他们怎么对你的，现在还有脸来抢设备？就是自己村的恩人往外赶，现在看我们赚钱了又来闹，哼，简直不要脸！往后他们再敢来，我们4个村的人一起把他们打出去。海生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放心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只是朝东村的网箱是我去年才统一换的新设备，按理说，这个级别的台风不至于一夜之间全毁了。会不会是台风太猛了？17级，什么架子顶得住？我们的网箱加固了2道烂绳，全保住了。朝东村的1道都没加固，但就算这样，新设备的底子在那儿，也不可能一个不剩。别琢磨了，他们那么对你，肯定是老天爷都看不过去，恶人有恶报，该。也许吧。对了，海生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干？你给大伙说说。既然咱们决定好好干，那从今天起，4个村子的分工要定下来。大峪村水深，适合育苗，以后所有育苗统一在大峪村孵化，长到半斤，再分到各网箱。老周，这块你负责。交给我。盐仓村网腔最密集，负责成鱼养殖。南澳村码头大，场地宽。分拣包装的活归你们。石浦村靠近高速库口，冷电运输你们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村小伙子多，装车卸窗一把好手。还有一件事，上次酒楼王老板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只要品质稳定，他愿意长期合作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咱们现在有4个村的产量，有统一的新设备，有稳定的酒楼渠道，我想做一件事儿，品牌化。品牌化啥意思？就是把咱们的东兴班从一个没名没姓的土特产，
变成一个响当当的牌子。以后所有从咱们联合社出去的东星斑都打上统一的品牌名，每条鱼都按统一标准来，不够规格的不卖，品相不好的不卖，让所有高端酒楼一提到东星斑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。就是说，咱的鱼也要有个名号，像那些名牌酒一样。对，人家买茅台认的是牌子，咱们的东星斑也要让人认牌子。品牌做起来了，价格就是我们说了算，再也不用看中间商的脸色。海生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我们打了一辈子鱼，从来没想过这些。那这个牌子叫啥名？就叫东星湾。东星湾，这名字好，读过书就是不一样。海生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好，那咱们就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把东星湾的牌子打出去。好，加油！怎么碰钉子了？林海生那边4个村子的人全护着他，我们根本靠不近。那些新设备一车一车往码头上拉，全是大峪村他们用的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钱呢？村民的运费凑齐了没有？凑了20多万，还差几万。不过今天差点出大事，有人开始怀疑我了。陈三叔还念叨当初就该听林海生的。怀疑你又怎么样？他们现在还有退路吗？网箱全毁了，鱼全死了，你跑了，我看他们找谁去？你还说朝东村的网箱是不是你动的？那天晚上你的人是不是去？不断他们后路，他们怎么肯卖海域？越绝望越好骗，这个道理不用我教你吧？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回去，再点一把火，告诉他们，国外大老板追加定金了，30万样品检测费一到位，美金就到手。下一步就是让他们把海域经营权证乖乖拿出来。但他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再逼他们……赵燕，你别忘了，这钱可是你欠我的。对别人心软，就是拿刀子捅自己。这个道理，你最好想清楚。行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老板，要不要东星斑？别看有点伤，肉还是好的，便宜出。就这品相，最多2块1斤。2块，老板，我们台风钱可都是20多1斤的，这连本钱都不够啊！台风钱是台风钱，现在是现在，品相烂成这样，2块我都嫌多，爱卖不卖。2块1斤，我们辛辛苦苦养了1年的东星斑，到头来就值2块，这不是逼我们去死吗？当初林海生可是要24块收我们的鱼啊，24块呀！我们当初到底在干什么？乡亲们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！哪有好消息？保险公司1分不赔，我们连残鱼都卖不出去，你的美金合同到底还算不算数？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我刚刚跟国外大老板通了电话，人家说了，台风的事儿他们知道了，但合同不取消。可鱼都死光了，合同还有什么用？谁说没用？大老板说了，只要我们先发一批残余样品过去做检测，证明咱们的东星斑品种没问题。燕儿，不是我们不信你，可上次你也说台风不会来，结果呢？我们凭什么再信你一回？乡亲们，台风的事儿是我错了，我被气象局的数据骗了，害大家受了这么大的损失。你们骂我，应该的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昨天半夜，大老板的翻译给我打电话，公司总部知道台风的事儿之后，打算取消合同。我跪在电话这头求他们，我求了整整1个多小时，
说你们要是取消合同，我们全村就活不下去了。最后是大老板亲自接了电话，看在我们有诚意的份上，再给一次机会。你们看，这是大老板刚刚发给我的确认邮件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30万检测费和运费到账，样品发出，检测合格，全额收购。我赵燕要是有一个字假话，天打雷劈。你这都是洋文，我们也看不懂啊。就是，你上次让我们每家凑2万，我们已经把家底都掏空了，这次30万，我们上哪儿凑去？三叔，我认识镇上的贷款公司，利息低，放款快，只要拿值钱的东西做抵押，3天就能拿到钱，房子、车、家里的金饰银饰、载几地证，什么都能抵。抵押房子，万一又打了水漂呢？我们全家老小住哪儿？我知道你们怕，我也怕。可你们想想，我们还有退路吗？网箱毁了，鱼死了，保险公司不赔，残余2块钱1斤都没人要，我们除了赌这一把，还有什么？燕儿说的对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不赌一把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我信我侄女，小姑，谢谢你。我赵燕发誓，这次一定让大家赚到钱。要是骗你们，我这辈子不得好死。要不再信他一回。燕儿，你说大老板要样品，可咱们的鱼都死了，拿什么发？还有30万检测费，什么检测要这么多钱？张伯，你不懂，这是国际检测标准，人家要从基因层面检测东星斑的品种纯度。残余样品咱们码头上还有不少，挑最好的发过去就行。怎么，你是想全村人跟你一起穷死吗？行，我押。反正我儿子婚房也买不成了，把那笔定金退回来，再把这破房子抵了。横竖是个死，不如赌一把。没错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赌还能怎么办？我家那辆面包车还值几个钱？押了！对，我家那几亩地还值点钱，大不了租给别人种，我也押。我媳妇儿的金镯子还没卖，明天就去当。燕儿，这回可不能再出岔子了。乡亲们，把心放回肚子里，这次我赵燕用性命担保，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失望。王老板好，货已经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。放心，这批东星斑条条都是精品，规格统一，品相没得挑。老周，明天你跟我一起送货。海生，我从来没跟酒楼打过交道，怕说错话给你丢人。你办事我放心，我信你。我知道你信我，但咱们联合社以后会越做越大，订单越来越多，我不可能永远一个人跑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跟车，看我怎么跟王老板谈，学几回。这条线，我希望你能独立负责。海生，你连这个都替我想到了。行，我去，我这就去把货再检查一遍，保证一条残次品都不漏。社长，我昨晚看见刘旺财的车停在了朝东村村后头。刘旺财，他觊觎朝中村那片特批养殖海域，不是1天2天了，一直想搞垮我在低价吞并渔场。台风刚过，他的车就出现在朝东村，他到底想搞什么鬼？对了，我还打听到朝东村那边的人这几天都在砸锅卖铁贷款凑钱，听说又凑了几十万，说是要给赵燕交什么运费。什么？贷款凑钱？正规出口贸易从来没有让农户担负运费的规矩，那他要村民的钱干什么？难道这么多钱，他是要全吞了？你继续盯着朝东村的动静，有任何异常立刻告诉我。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是。30万，齐了。可以呀，这才几天就凑齐了。你对你那帮穷亲戚下手可真够狠的。下一步怎么办？他们现在把房子、车子都押上了，再榨也榨不出油水了。钱到位了，就差最后一步，把海域经营权证弄到手。证一到手，整片朝东村的海域就姓刘了。
到时候把那些穷鬼统统赶走，我想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。赶走？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只要拿到证就行了，不会动他们的。怎么，心软了？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以为你还有回头路？可是，赵燕，你没有选择，按我说的做。事成之后，我可以再给你10万，帮你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否则，我就把你骗他们的事情全部抖落出去。你猜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我知道了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安排一场签约仪式，就说国外大老板亲自来朝东村签正式供货合同，我找个外国人假扮老板，到时候你把转让海域经营权的文件混在合同里，让他们签。他们看不懂英文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签约仪式，他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有心思搞仪式。越是穷途末路的人，越爱排场。你告诉他们，外国人来签约不能寒酸，得摆席，得拉横幅等他们。谁他妈撞老子的车？怎么是他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回村路不熟，没看清前面的车，你们没伤着吧？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还算你有点素质，下次注意点。实在抱歉。怎么了？你见鬼了？他是林海胜的儿子，林远航。他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怎么现在回来了？就他呀，一个毛头小子能闹出什么风浪？我当初跟村里人吹牛，说我留学的学校就是他读的那所，他随便问一句导师是谁，我就全露馅了。不行，不能等了，签约仪式越快越好，趁他还没摸清情况，我们赶紧把合同签了，证拿到手，到时候他们想反悔都没办法。行，那就这周，我们速战速决。好。这批货怎么跟之前送的那些完全不一样？王老板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问题？哪有问题？这批货比之前那批还要好。我在这一行干了20年，台风过后还能收到这种品质的东星斑，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。海生，之前咱们谈的价格是50块1斤，今天这批货61斤，我全收了。60？对，你这个东星湾的品牌我认了，只要品质稳定，以后我的酒楼只用你的东星斑。放心吧，王老板，以后只会更好。哎，对了，海生，我有个朋友在省城做高端海鲜进出口的，最近一直在找稳定货源的东星斑供应商。我跟他提了你，他特别感兴趣，说今天下午就过来面谈。海外客户？对，人家专门做出口的。渠道遍布东南亚和日本，要是能谈成，你们东星湾的品牌可就打出去了。说曹操到，林总来了。远航，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远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海生。林总是你儿子，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他一直在国外读书打拼，我不敢让他操心，就没提过，给他起了个远航的名字。没想到这小子真给自己折腾到大洋彼岸去了。王老板，谢谢您一直照顾我爸的生意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林远航，太平洋海产集团的亚太区采购代表，这次专程回来。就是冲着东星湾的东星斑来的。海生，你儿子是海外大客户，咱们的东星斑真要卖到国外去了。怪不得这小子跟我打听东星斑品质的时候，句句都问到点子上，原来是家学渊源。王老板过奖了，我爸供我读这么多年书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把他的鱼卖到全世界的餐桌上去。爸。我代表公司正式向东星湾联合社下单，首批5万斤，1年保底10万斤，价格按国际行情随升绝市，绝不比国内批发价低。合同我已经带来了，您看一下。
10万斤，海生，10万斤啊！咱们4个村的产量加起来，这下全有销路了。老周，这下你们东兴湾可不只是省城名牌了，是要走向世界的品牌了。我在国外最想的就是咱朝东湾的鱼汤，哪儿都炖不出这个味道。那还等什么？回大禹村，让你婶子做一桌好菜，咱们今晚好好庆祝。还不快谢谢你周叔。来，儿子，快，这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多吃点。爸，我昨天回来的时候经过朝东村，看着码头那边一片废墟，朝东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？他们拿酒泼你，还把你行李扔出去？爸，你辛辛苦苦帮了他们几10年，他们就这么对你？远航，都过去了，我现在有你们，有这几个村子就够了。而且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朝东村的人，都是那个赵燕在背后说风点火。自从他回来，朝东村就没消停过。没错，赵燕在村里到处说社长吃回扣赚黑心钱，还拿假气象图骗村民台风不会来。没有他，朝东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赵燕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？就是福婶的小侄女。你出国读书的时候，她才10岁，估计你没印象了。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。爸，你手机里有没有赵燕的照片？有的。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我昨晚开车回来的时候，在朝东村后头撞了一辆车，车里一男一女，那女的一直缩在后面躲着我，我怀疑她就是赵燕。果然就是她。不过那男的我不认识，态度很横，看着也不像我们这儿的人。那个男的是不是40来岁，梳个背头，左边嘴角有颗痣？对，就是他。社长，是刘旺财。赵燕和刘旺财果然是一伙的。可赵燕这几年都在国外读书，刘旺财一直在镇上搞水产，他们怎么会认识？难道赵燕根本就没出去读过书？爸，这照片背景就是我母校的图书馆。但赵燕这个人我从没听说过，我现在就让助理联系校方查他的学籍，顺着身份往下挖，他和刘旺财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，很快就能水落石出。好，林总，查到了。小江，查到什么了？林总，我连夜查清楚了。首先，赵燕声称毕业的那所国外大学，校方正式回复，该校中国校学会系统里根本没有赵燕的学籍记录，查无此人。什么？他竟然骗我们！没错，而且他朋友圈里那张博士毕业照，我用识图软件比对过了，原图是一家留学中介的宣传广告，赵燕把自己的脸 P 到了原图上，连学位服的绶带颜色都不对。我就知道，什么刘洋博士全是假的。还有呢，最关键的一条是，我托人查了赵燕的征信和债务情况，她在境外网站有大量流水记录，累计欠下高利贷30万，而她的债主正是刘旺财。所以赵燕一直在搜刮村民的钱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运费，是为了还他自己的赌债。没错，海生，不好了，我刚从朝东村那边路过，看见他们村委会拉了横幅，摆了酒席，说是外国的大老板亲自来签合同，全村人都去了。什么？老周，你确定是真的外商？你亲眼看到了？千真万确，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拎着个密码箱，人高马大的，那公司名好像是叫什么欧森斯达。欧森斯达 Ocean Star。 哎呀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反正全是洋文，我也看不懂，总之排场大得很。赵燕站在台子上嘚瑟的不行，说美金马上就到手了。小江，立刻查，不管叫什么，把跟这个发音沾边的境外海产集团全筛一遍。是。乡亲们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Ocean Star 集团亚太区总裁史密斯先生。大家好，各位乡亲，我是史密斯先生的翻译，我姓刘。史密斯先生对朝东村的东兴班品质非常满意，今天亲自来签正式的供货合同。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，史密斯先生想给大家看一样东西。美金，真的是美金！天哪，
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乡亲们，史密斯先生说了，只要签了合同，每户能分到10万美金，以后还能在集团里上班，按月领工资。老天有眼，燕儿，你可真是我们朝东村的恩人呐！10万美金，我儿子那婚房终于能买回来了。燕儿，我什么时候能拿钱？三叔，别急，在签合同之前，还需要大家先把海域经营许可证交上来做个资质审核，这是国际惯例。史密斯的公司要确认咱们朝东村有合法的养殖海域，才能签约打款。海域经营许可证？对，就是那个国家1级生态养殖海域特许经营权证，是省里专门批给咱们朝东村这片特批海域的，全广东独一份儿。三叔，这证在您家对吧？林总，查到了 ，Ocean Star 是在美国注册的一家海产贸易公司，但系统显示该公司已于上月注销，工商状态是已解散。已注销的公司跑来签合同。我知道了，刘旺财这是要骗朝东村交出海域经营权，一旦他们把证交出去，整片特批海域就落到刘旺财手里，我们也会遭殃。爸，我们得马上赶过去。走。燕儿，这正是当年林海生带着我们全村跑了3年才申请下来的。有了他，这片海才是我们朝东村的。没了他，我们就是一群没根的浮萍。你让史密斯先生通融通融，签合同、发货都行，这证能不能不交？三叔，不是我不通融，这是国际惯例。史密斯先生的公司要对投资人负责，没有海域资质审查，总部那边根本批不下来合同。再说了，证交上去只是审核，又不是不还给你。没错，陈先生，我们公司可是跨国集团，每年经手的海域证没有几百也有几十，审核完就还，你就放100个心。可是，三叔，你还犹豫什么？10万美金过了，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就是人家史密斯先生亲自来了，还能骗我们不成？三叔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为我们想想。全村人砸锅卖铁凑的钱全压在赵燕身上了，你要是不交这个证，我们就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三叔，你看，全村人都指着你呢。10万美金，你儿子的婚房、福神的养老钱、张博的看病钱，全在这一张证上了。你可不能拦着全村人发财呀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交。不能给。林海生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朝东村在签合同，跟你没关系，请你出去。跟我没关系。三叔，你手里那张证，是当年我带着你们跑了3年才申请下来的。你现在要把它交给一个骗子？骗子？你说谁是骗子？赵燕、刘旺财和这个人都是骗子。你把东西交给他，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到时候整片海被人卖了，朝东村就彻底完了。什么？林海生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现在是史密斯先生的翻译，正经外贸生意的，你别乱泼脏水。正经生意？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身后这家 Ocean Star 集团上月已经在美国注销了，工商状态是已解散。一家已注销的公司，拿什么来签合同？什么？公司注销了？你们胡说八道！世界上同名公司多了去了，谁说这个 Ocean Star 就是那个 Ocean Star？ 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好，既然你说同名公司很多，那我请问史密斯先生，你的全名是什么？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？公司在哪个州注册的？我叫史密斯，我是总裁。全名、职位、注册州，3个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一个都答不上来。你真的是总裁吗？这位史密斯先生，你最好实话实说，否则我现在就报警。冒充外商诈骗是要坐牢的。我错了，我不演了，我就是个英语培训机构的老师，是他3000块雇我来演戏的，说只要站台1小时，笑一笑，说几句英文就行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假的，杨老板也是假的。赵燕，你又骗我们！我没有，是他，都是刘旺财，我也是被他骗了。够了，赵燕，你还在演？难道你骗大家的还少吗？海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
赵燕到底还骗了我们什么？还有多少事儿是我们不知道的？赵燕根本没留过学，她那博士毕业照是假的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福婶儿，我们已经查到了确切的证据，他嘴里那个读博士的大学，校方已经正式回复查无此人。这个赵燕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，不信你们自己看。燕儿，你告诉姑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根本没留学，你的博士是假的。小姑，对不起，我没考上。我在省城混了好几年，连大学的门都摸不着。可我没办法，全村人都以为我出国了，我不敢回来。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他回来是因为他在外面欠了30万赌债，债主就是刘旺财，你们凑的钱都被他拿去还债了。什么？我们砸锅卖铁的钱全让你拿去还赌债了？赵燕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用我们的血汗钱去还赌债？你们不能怪我，都是他，是刘旺财逼我的。他说只要我帮他搞到海域证，赌债就一笔勾销，签约是他安排的，洋人是他找的，是他想害你们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主动找上我的。你说你能搞定朝东村的人，能骗他们交证，这一切跟我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台风前夜，你的人去朝东村海域干什么？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去了？我敢问这句话，就说明手里肯定有证据。朝东村的网箱是我去年统一换新的，一场台风一个不剩。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没想到对面大禹村码头的监控正好拍下了。远航，把监控视频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好，各位，没有加固的网箱主缆绳再被人恶意割断，17级台风正面砸下来，不全毁才怪。原来网仓全毁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出生，我们全村人的心血全让你们毁了！你还我家的地，还我媳妇儿的金镯子！你们砸我干什么？要不是赵燕鼓动你们，能上当吗？你们要算账，找他算去。刘旺财，你还有脸说我？是你设局让我欠了30万，是你逼我来长沟村骗人的，连割网箱都是你派人去的，现在出事了全推给我，你还是人吗？对，老子就是骗你，怎么着？可我没想到你连自己亲姑、自己村里人都往死里坑，活该！我呸！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朝东村几十年的家当全毁在你们手里了！骗子，白眼狼！我家的钱全让你拿去还赌债了，你对得起谁？福闪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全村人看着你长大，你的良心呢？被狗吃了！你还骗我们交证，差点把整片海都卖出去，你简直是畜生！是我亲手把他推到你们面前的。他爸妈死得早，我把他当亲闺女养。我信他，我帮他说话，我让全村人把钱交给他，到头来是我害了全村人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还想跑？我们早就报警了。你今天插翅也难飞。刘旺财、赵燕，你们涉嫌诈骗和故意毁坏财产，现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，带走。警察同志，你别抓我呀，我又没犯法呀！这一切都是赵燕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
恶意毁坏海域养殖设施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，这就是犯罪，还跟你没关系。带走。海生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求你帮我说句话，我真的不想做了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你对不起的是生你养你的朝东村，是这些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你身上的乡亲。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问他们原不原谅你。三叔、小姑，乡亲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们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忘恩负义。你们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却把你们往火坑里推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们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什么都没了。警察同志，把他带走吧。我们朝东村没有这个人。走吧。乡亲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赵燕是我侄女，你们骂我吧，打我吧，我福婶这辈子都还不清这笔债。不能只怪你，我们都有错。当初海生求我们加固网箱，我拿酒泼他，还把他行李扔出门外，骂他是丧家之犬，是我们亲手把恩人赶走的。现在想想，真是瞎了我的狗眼了。三叔说的对，这些年海生帮我们修码头、换新网箱，哪家孩子上学不是他借的学费？哪条船被风刮走了，不是他帮忙拖回来的？我们朝东村要是没有他，哪来的今天？是啊，是我们对不起海生啊！这次要不是他，估计我们被卖了，还得帮人数钱呢。你们快看，海生上电视了，还是省电视台。林社长，东兴湾联合社被评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项目，您觉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？我们合作社成功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天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信科学，不信真心。是啊，是我们错信了白眼狼，辜负了真心啊！我们全村人都欠林海生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我们是被骗了。可我们最对不起的是海生，我们应该去给海生道歉。对，我们欠了人家这么多，不能连句对不起都没有。我们不光要道歉，还得把证给他送去，只有海生才守得住。全村人有一个算一个，给海生赔罪去。走。社长，陈三叔带着朝东村的全村老少都来了，把咱门口都站满了。走，出去看看。三叔、福婶儿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海生，我们错了。当初是我们鬼迷心窍，信了赵燕，把你赶出朝东村，现在才发现自己有多蠢。骗子是我们供起来的，恩人是我们亲手赶走的。海生，全村人都欠你一个交代，今天我们所有人来给你赔罪了。没错，海生，我们不敢求你原谅，更不求你帮什么，只求你可以给我们指条明路。我们什么都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我们只想有个机会能重新自食其力。海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朝东村！求你救救朝东村！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爸，你要帮他们吗？起来吧。我可以让朝东村加入联合社，但有条件。从今天起，朝东村和其他5个村统一标准、统一定价，所有养殖技术无条件共享。你们答应的话，朝东村就是东兴湾的一份子。不答应？答应，我们全答应。海生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从今往后，朝东村的人绝不再犯浑。
海生，我们虽然做错了事，但我们从小生在这片海，长在这片海，最懂的就是不能背叛这片海。这个证是你带我们跑下来的，现在我们把它还给你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片海只有你才能守得住。好，你们放心，这片海我一定守好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朝东村正式加入东兴湾联合社。爸，又是1年台风季过去了，还好这次我们没有损失。朝东村现在这么努力，我倒是没想到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还会帮他们吗？儿子，你知道这片大海教会了我什么吗？什么？浪再大也会平，风再狂也会停。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风浪过后，谁还站在你身边。他们也许糊涂过，但他们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片海。所以您从来没真正怪过他们？怪过，但怪完了，还是自家人。哈哈哈，我懂了吧？你这就是那句经典台词嘛，做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情有义啦。你小子会打趣你爹了？这可不叫打趣，这叫向你学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老了，说不过你了。对了，你后面还走吗？我要留下来，和你一起守住这片海，不走了。